大家好，我是 Susan， 欢迎来到我的花园。好不容易，终于等到了雨停了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可以一起来种植这一个月季的裸根苗。那我们可以回放一下，在上一周我去买裸根苗的情况，我们也可以一起看一下怎么样去挑选一棵好的裸根苗。我们走吧。最近这一个雨真是下得没完没了的，已经连续好几个星期在下雨了。希望能够在下周能够迎来一个晴天，我也要好好的收拾一下我的院子。来，我们去看前方的那一个吧。这一排就是玫瑰的货架，可以看到有很多新的品种。来，我们看一下都有些什么。这是 Moonlight Paris。巴黎月光，旁边这个呢，这是一个 Cordos 的，哦，它这个是北季黑菊，还有下面 Lavender Crash， 据说这一个在前几年还挺火的，它是一个在德州育种的一个月季，它是一个爬藤的紫色的月季。然后在旁边这里一系列的是 True Bloom 系列，还有 True Gratitude, Passion and True Friendship。我们看一下还有些什么别的哦。看到了东卷，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藤本月季，红色的爬藤。在它旁边的是一个Westland 西方大地，它的这个花量很大，而且很耐硬。哇，天哪！我居然还看到了黑巴克，它只剩下2盆了，那我应该会收其中1盆。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月季，其实它分好几个档次，有这个9块9毛8的，也有这一个是 Grade A， 这个大概是14块钱。以及有一个是，价格最高的是这一个 Premium， 是17块钱。首先我们选择苗的时候呢，要看一下它的状态。我举几个例子，可以看到这一个是非常多的细枝，但是它其实你可以感觉到它并不是很健康，而且这样小的细枝，它有个问题就是说，它后续并不能够有足够的能量供使它所有的枝条能够发育出来，所以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好的裸根的选择。而这2个呢，其实我觉得都是可以的。首先它的枝条挺健康的，但如果它们是同一个品种的话，我会更倾向于右边的这一颗，原因就是说，它虽然它的枝条少，但是它每一根都非常的粗壮。然后在我去年的经验中，这样的话能够长出非常健康的新的枝条。而这一个的话呢，如果你选择品种有限的话，你也可以譬如剪掉中间这些内生枝，把一些很细的给剪掉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所以看到譬如这种枝条很细的、枝干很细的，我们就尽量避免。其实这些裸根苗它的强壮的程度也是跟它品种相关的。你看一下这一个和平，它就明显的会比在旁边的这个 Linda Stream 它的枝条要长得更好。所以我们只能够在同一个品种里面尽量的选主枝干多的、健康的，不要选那些太多分叉的。但如果你的那个品种的特性就这样，也就没有办法，我们只能是矮个子里面拔高个。最后我选了一个黑巴克，它枝条非常的强壮。这一个是 Moonlight Paris， 这个就只有剩下最后一个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回来了，终于等到了晴天。那今天我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怎么样去盆栽这一个裸根苗。上周我在 Home Depot 买了2颗裸根，一个是 Moonlight Paris， 是这一个，它是一个粉色的风花月季。
Moonlight Paris 呢，它只是剩下最后一颗了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状态不是很好，有非常多的细枝，而且有一根直接整个就断了。但没关系，我们也会根据这样的情况，我也会告诉大家应该如何的修剪。另外一颗呢是这一个黑巴克，那是非常独特的品种，它的花是红黑色的。那盆器的选择，你可以选择陶盆或者是塑料盆。那今天我是选择是一个树脂盆或塑料盆。这里加州的话呢，塑料盆其实相对来说夏天浇水压力没有那么大。选择盆器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大小。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裸根其实它挺强壮的，它深度大概有20公分，所以我们选择的盆器最少也要有25到30公分，让它的根系有一定程度的生长。我们把整个裸根放进去，它还有一点的距离，那这是最基本的高度。那至于泥土的话呢，我是非常的随意了，我只是在 Home Depot 里面随便拎了一个 Raised Bed Garden Soil， 所以大家也可以根据需要自行的配土，或者是买市售的营养土就可以了。那我还有一个小小的配料，就是这一个风杆根菌粉，它其实是帮助这一个根系的生长。这是我去年从 David Austin 网站上面订购的时候多买了一些，所以今年我也会把它用在这一个裸根上面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吧。首先第一步的话呢，我们要给这一个盆器填土。我们可以放一些碎石在盆底，这样有助于它根部的排水。接下来我们是填土，我们是希望它的根部能够有更多的舒展的空间，所以我们尽量的稍微种高一点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可以打开这一个裸根苗，看一下它是长什么样的。打开的时候小心一点，因为它有时候根部会有一点芽点，不想把它破坏掉。就这样。它这一颗本来在买的时候它已经烂掉了，这个我们待会要把它剪掉。OK， 那我们把它拿出来，取出来看一下情况。哦。它长得就是这个样子的，有一点点白根在上面。这个巴黎月光它是一个自根苗，就说它并不是嫁接的，挺好的。我没想到它会是自根苗。盒子里面这些的是一些木屑，其实就可以不需要了，或者是它放在表土，不要放在它的下面。来把它取出来。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的情况，那它的根大概有20厘米高，那我们比划一下，我们是尽可能的希望这个根有更多的空间，那所以我们可会种高一点，大概种到这个位置。那我们在继续填土之前，我们可以做这一个动作，就是加一点根菌粉，根菌粉就这样撒一些，也撒一点在泥土里面。 OK， 这样就好了。至于要不要 compost 或者是堆肥呢？盆栽的话我是不会的，因为我觉得它的根系新长出来比较脆弱，不想它泥土太肥，而且这一个成品的营养土，它里面本来就已经有一定的肥力，所以它就不需要了。我觉得在它刚开始的几个月的生长应该是足够了的。 原来的这一些，如果你不想浪费的话呢，我们也其实是可以把它重新用啦，就把它堆在表面，因为它上面这些呢跟它的根部并没有什么接触，原来是怕它发酵的不均匀，这些都是木屑，然后对它的根系有损伤，那就放在表面呗。好了，那我们这一盆就结束了，我们换下一个。看到这一个跟刚才的巴黎月光 是不一样的，这是一个嫁接苗，刚才那个是自根苗。你可以看到它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嫁接点，所有的品种的枝干是从这个嫁接点往上长的。那所以种植这样的一个裸根苗有2种方法。如果你是地处在北方，就你所在的地区比较寒冷的话，你可以把这一个
嫁接点埋在土以下，这样的话能够更好的保护它过冬。但如果你是像我一样是在比较温暖的地方，我们这地区基本冬天不会低于0下的。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呢，我觉得这完全是可以放在土面生长。因为在土面以上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说，要是这个嫁接杆它从底部上来的这些是它原来这个砧木的笋枝的话，你能够看到，那些就可以直接把它掐断，你就不会影响你这一个品种枝的生长。而且你可以想象嘛，现在外面卖的那种树月季，它其实就是这个杆子更高一点而已，它的嫁接点在上方，在土面的上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所以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就会只把这一个蔷薇根的根系埋在土里，然后这个嫁接点是露出在土面上。虽然我们最近下雨，但还是要浇透定根水为好。那最后呢，我还是要给它修剪一下。来，首先是这一个，可以看到这个它从根部是已经断裂掉了，整一个。我们可以把整个从这里把它剪掉。可以看到它已经有部分的黑点。中间的这一个枝干其实是一个交叉枝，所以这一个我也可以把它剪掉。那我们趁此机会可以看到，譬如这一根其实是上面这一段已经黑了，我们可以把这中间的给剪了。旁边的这一个那么的瘦弱，它真的是长出来也不能够开出很好的花，我们也把它剪了。这是好绿呀。对，但是它太细了，我们只保留粗壮的部分。那如果我们再继续看的话呢？其实这一根也可以不要了，这也很细，有点像我们冬剪，我们就只保留最强壮的部分，因为你想它的根系并没有很多嘛，留太多的枝条其实对它的生长并没有太多的好处。那我想现在这样就可以了。那我们保留成什么样的程度呢？我们是只保留1、2、3个1级枝条，2级枝条有1、2、3、4根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个就相对来说健康很多了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是一个主枝干，然后我们比较强壮的这些可以保留。那有什么可以剪呢？譬如这根细的可以剪掉啊，宝宝你来剪。我要剪到后面的枝干，然后还有手上，好，可以了。OK， 好了，那我们最后一步就把它放到阳光好的地方。这就是今天我种下的2颗裸根，一个巴黎月光，一个黑巴克。这2个是我上2周，应该是快半个月前种下的裸根，一个是 Sassy Roxy， 它们已经都发芽了，你看。这就是我12月中买的那批裸根，在12月底种下的。这个是 Angel Face， 它也已经开始发芽了。那我们期待春天它们的表现。那今天呢，我给大家介绍了如何去挑选一棵月季的裸根苗，以及如何把这个裸根苗种在盆里面，就是盆栽裸根苗。那我们选择这个月季裸根苗的时候呢，可以有以下的几点。第一点是要选择健康的，因为有些时候现在下雨天，它可能会已经有黑杆。如果你看到那个表皮是灰黑色的话呢，那这就不是一个健康的裸根苗，我们要选择表皮青绿的。第2点的话，可以选择嫁接点比较多的一个裸根。那第3点的话，就是这一个枝干的数量。其实这个枝条并不是越多越好，我们是尽可能的选择主枝比较粗壮的枝条，大概有3到4根就可以了。如果太多的话，它其实每一根枝条它分配到的营养其实是不足以全部萌发，这样的话容易造成盲枝。在说完怎么样选购以后呢，我也给大家示范了怎么样去盆栽这一个月季的裸根苗。最重要的点呢，就是选择的土壤不需要太肥，
你可以买市售的营养土，但没有必要去额外的增加这一个堆肥，因为刚刚长出来的新的须根它其实非常的脆弱，如果是土壤肥力太强的话呢，有可能会造成烧根。你可以把原土跟市售的营养土混合，或直接用市售的营养土也就可以了。这里面的养分是足够提供2到3个月的生长。那在那以后，我们再追肥也就没有问题，没有必要在刚开始的时候就放太多的肥料，这样反而不利于它的生长。种好以后，要把这一个月季的裸根放在阳光非常好的地方，注意浇水，这样的话有助于它的芽点的生长。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呢，欢迎订阅或点赞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